先讲一个开店的人最近要开始面对的门槛。假设你手摇饮卖得不错，1间、2间，现在准备开第3间店，恭喜！但从你踩到第3间店这条线开始，有一件事你躲不掉了，你得配置一个专业的食品技师，或者说食安管制人员，来替你的品牌把关食品安全。没配，罚单从3万起跳，最高可以到300万。这是台湾食安法这一波修法里的一条规定，连锁餐饮只要开到3间店以上，就得有这么一个专业的人。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有规模了，食安当然要有人管。但这条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规定，背后其实藏着几个没那么简单的问题。为什么是3间店？这个人真的挡得住食安出包吗？这一集我们就来拆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，聊时事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讲对一间店来说，这条规定到底是什么？它其实是一笔固定成本。一个有食品技师证照或受过训练的食安人员是要薪水的，而且很多时候还得搭配一套能追踪每一批食材、每一间分店库存的系统。这些加起来，对一个才刚开到3间店、利润还很薄的小连锁来说，是实打实的一笔负担。但这里我要先帮这条规定说一句公道话，它其实有个很克制的设计，你不用每一间分店都请一个，整个品牌在总部或主要营业处配一个就可以了。这个设计很重要，它的意思是这笔成本是一次性的，有上限的，不是你开10间店就要请10个。所以那种小连锁会被这条法压垮的说法其实没那么严重，多的是一份薪水一套系统，不是无限增加。所以站在成本的角度，这条规定不算太过分。真正值得聊的是另外2件事。如果你也喜欢从一份餐点看懂背后的整个产业，记得订阅餐饮之外，房每天都有新影片陪你把这些现象一个一个聊清楚。第一件事，为什么是3间店？任何一条法规要管一件事，都得先画一条线，决定谁要被管，谁不用。而这条线用什么来画，其实大有学问。食安这条用的是店数，开3间店以上就得请人。用店数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好执行。主管机关数得出来你开了几间店，一番登记就知道，不会有争议。这对一条要全国适用的法规来说，是很实际的优点。但问题是，店数真的等于风险吗？你想想这个对照，有一个品牌开了3间店，全部现点现做的清粥小菜，跟另一个品牌同样3间店，但所有东西都靠一个中央工厂做成冷冻调理包，再送到店的便当品牌。这2个店数一样，但食安的风险根本不是同一个量级。加工越复杂，供应链拉得越长，经手的人越多，出事的机会就越大。可是这条法把它们画在同一条线上。这就是用店数当标准的代价，它抓得到规模，却抓不准风险。真正决定一间店危不危险的，从来就不是他开了几间店，是他的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。那为什么还要用店数？因为另一个更准的标准，风险几乎没办法执行。你要怎么客观衡量一间店的风险有多高？太难了。所以法规最后选了一个稍微粗但数得出来的指标，这是一种务实的妥协，宁可用一把不够准但大家都量得出来的尺，也不要一把很准却没人量得动的尺。但第2件事才是我觉得最关键的，就算你请了这个人，你的食安真的就安全了吗？法律可以规定你配置一个食安人员，但法律规定不了的是这个人在真正关键的那一刻有没有权利说不。想象一个场景，某一批食材验出有点问题，但今天出货的压力很大，晚一天几百万的订单就飞了。这时候那个食安人员说这批不能出，而老板说先出，出事再说。请问最后听谁的？如果那个食安人员只是挂在组织图上的一个名字，一句先出就被压过去，那你请他跟没请其实没差。你符合了法规，你有那张我有配置人员的证，但你的食安一步都没有变安全。这就是名义上的合规跟实质上的安全中间那道法律跨不过去的鸿沟。我们之前聊食安通报的时候讲过一句话，制度赌的从来就不是永远不出事，赌的是出事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也有权利把它拦下来。这条请一个食安人员的规定也是一样，他给得了一个职位，给不了这个职位，在赚钱和安全打架的时候，那句不的分量。所以这条法方向我是认同的，
有规模就该有人处理，这没错。设计上一个品牌配一个也算克制，但别因为它上路了就以为食安问题解决了，它解决的是有没有人，解决不了这个人管不管得动。所以下次你看到一间连锁店挂着我们有专业食安把关的招牌，也许可以多想一层，那个把关的人是真的握着那个能喊停的开关，还是只是墙上的一张证照？一条法规能逼一间店请一个人，但能不能让那个人真的挡在你和一盘有问题的菜中间，那就不是法律说了算了，是这间店自己选的。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